喜马拉雅 APP 提醒您，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。上喜马拉雅搜索不加班，免费领取5天会员，补充你的精神食粮。欢迎来到今晚不加班的现场，我是主持人于有矿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主理人李川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欢迎收看今晚不加班。本节目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，我是各位的剧班位主理人李川，大家可以亲切的叫我李总，欢迎各位。哎呀，今天台下的呼声明显高涨，各位都是应届生吗？是。难怪这么有活力，没上过班，没有被班委沾染，真的很好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又到了应届生招聘的季节。招聘会当中弥漫着offer 的气息，为此，我李氏集团也特意召开了春季招聘会。究竟有哪些人会前来应聘呢？好，李总好，给我一个应聘你的理由。在我大学择业的阶段，我踩过很多坑，所以我可以帮大学生们避雷。擅长填坑的于有矿，那就让你做我们李氏集团的工程队的队长吧。谢谢李总。来，有请下一位。哎呦，陈明，李总好，欢迎。李总好，大家好。我见证了12届学生的毕业，我上过无数的职场综艺，我能回答大家从择业到就业的一切困惑。哎呦，答疑解惑。来，我们李氏集团做前台吧。答疑解惑，不错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下一位。哎呦，贾浩，欢迎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叫贾浩，我是身体力行的做过5、6份工作，我有很多职场经验，真实的想分享给大家，我肯定比那个陈明老师纸上谈兵强。哦，那你就跟陈明那个同工同岗啊，试用期3个月，末位淘汰，好吧？来，非常好，来下一位，不错啊。哎，于翔宇，年轻人，来。我觉得咱们这个求职小综艺呢，必须得有一个真的没有工作的人。哦，学什么专业的呀？学哲学的。啥也不会。我可以当老板呀。这样吧，当个中层领导他们2个来。可以，谢谢李总。谢谢李总。来，有请下一位。刘思远律师，欢迎。我在另一档职场综艺里啊，大家说我是4大恶人之首，柳绿一笑，生死难料。但也有人呢说我是神仙老板，想要加入我的团队，所以今儿我就来招人的。哎呦，一会儿神仙，一会儿恶人，这样吧，年会缺一个川剧变脸，你来吧。可以。来，有请下一位，易军姐姐，欢迎。李总好，我是高丽国际中国区的董事总经理邓一军 Tammy。我每个礼拜6呢，在直播间给年轻人解决职场的问题。心态很年轻，我现在还练拳击呢。练拳击，来做我的贴身保镖吧，可以。不错。来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丸子，做过无数职场的视频访谈。非常好，听起来能力就很强。但我这个职位呢，根据你的名字设定的，做那个食堂阿姨吧，张大碗，不错。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喜马拉雅的创作者凡凡啊，我已经辞掉了我在体制内10年的公务员的岗位，所以呢，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点体制内的视角。那这样，你跟张大碗子一起，他打饭，你盛汤，你再端起铁饭碗。不错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今天人招满了，可以下班了啊。稍等片刻，李总。哎呦。稍等片刻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面试，但是我迟到了啊。其实没必要站在这儿啊，因为麦在这儿啊。其实呢，特别想来到这儿找一份工作啊。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相比于台上的各位，我有很大的优势。首先呢，我的费用是最低的。哎，别这么说，有矿还在这儿呢。我不要钱。
好，那么我的费用呢，虽然不是最低的，但是我的档期是最多的啊。那别这么说，贾浩还在这儿呢。我1年都有空，我有空。但是我和面试官的关系是最为不平常的。哦，也别这么说，那个去做吧，去做。感谢各位来入职我的公司，今天的招聘会圆满成功。然后再次欢迎所有我的员工入职我李氏集团，兵强马壮。本期节目呢，我们主要来探讨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的问题。当然了，在选择就业的时候呢，究竟你选大城市还是小城市？所以不妨听一听，在1、2、3、4线城市都生活和工作过的贾浩他是怎么说的。有请贾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贾浩。哇，让脱口秀演员聊择业，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没有什么说服力。就好像你不管择的什么业，好像我都在劝你来说脱口秀吧。你看程序员讲脱口秀，女团讲脱口秀，演 sketch 的，你们就别来了啊。sketch 发展挺好的啊。不过换一个角度讲，我们聊好像正合适，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如何在各行各业混不下去的。有道理。最后来讲脱口秀，主要想让大家放心，应届毕业生没关系，不管你做什么工作，至少我们是一个保底，我们是个底线。你哪怕做的再不好，最后可以来讲脱口秀，而且你们赶上了好时候，脱口秀行业扩招了，现在大节目都有2个，对吧？脱友和喜蛋啊。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话，你必须在这2档节目里边表现非常优异，披荆斩棘，过关斩6将，最后才能来到今晚不加班。哎，这舔要舔到这个节奏点上啊！正经聊择业啊，择业的一大主题就是选择城市嘛啊。其实我觉得有人选择大城市，他觉得收入好；有人选择小地方安逸，就是心态好；还有人选择在大城市安逸，他就命好啊。反正就都有。这几年看了各种新闻，一开始年轻人是厌倦大城市，压力大，逃离北上广，然后回到老家呢，又觉得小地方太枯燥，又逃回北上广。哎，你们有见过《肖申克》翻出监狱以后，在海边晒了2年太阳，又翻回监狱的吗？哎呦，海边没意思，自由给不了我自律，我还是想回我的格子监狱。没有这样想的，我当然知道这个比喻不太恰当。监狱它不是围城，里边的人一直想出去，外边的人不想进去。我这么些年的感受，我是发现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，大家不是更爱大城市，也不是更爱小地方，他们就是爱折腾。我也爱折腾，我觉得年轻就应该折腾，折腾累了，折腾困了，折腾烦了，再找个老实工作做了，我觉得是可以的啊。而且有人说老实工作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要接纳你们，这跟感情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能说接纳。我觉得工作是互相成全，有喜欢小时工的，有喜欢老实工的啊。我是想说，工作不要限制那么死，放开年龄，放开性别的限制，有可能你会找到更合适的人。我还看到过一句话，说是在小城市工作的感觉，像是领到一张50年以后的死亡通知书。在大城市工作的感觉呢，像是拿到一张虚构的藏宝图。我是在攀枝花上的大学，当时我就决定毕业后一定要去大城市工作。当时没有老板给我画饼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给自己画了藏宝图了。毕竟我学土木工程的嘛，画图嘛。我在重庆和北京都待过。要说这2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呢？在重庆我是工地上班，工资1500，我想买我自己盖的房子，我就只能想。在北京就不一样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我没有过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，因为人嘛，贵在有自知之明。北京的房子贵在它就在北京。重庆和北京对我来讲，真的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在重庆盖楼，楼越盖越高，但是在北京租房住地下室，真的是越住越深。就重庆的工地的同事是顶着太阳在干活，我在北京的地下室是暗无天日，见不到一点太阳。他们还夸我说我去北京之后都变白了。
哎，那段时间我真的2个标签，一穷二白。后来我来到了上海，拿到了上海的藏宝图。目前来看，我觉得是挖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而且身边还有这么多喜欢喜剧的朋友，大家在一起挖宝藏。我觉得藏宝图只是一个比喻啊。哎，我当时怎么感觉说着说着，这感觉我拿的都不是麦克风，是一个洛阳铲。就是挖宝藏，挖，最后宝藏没有挖到，还有朋友被挖到隔壁去了。虽然我自己的经历是大城市比较多，但我觉得其实不管在大城市还是小地方，没有什么对错，自己舒服就好啊。很多小地方现在也能说脱口秀了，我好像今天全部在劝你们入行啊。有机会可以来讲，我觉得人是折腾的，不喜欢就可以换，城市可以换，工作可以换，藏宝图也许是虚构的，但经历是真实的，经历就是我们的宝藏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贾浩，谢谢。谢谢贾浩，谢谢。经历就是我们的宝藏，真好真好。最近有个热搜词啊，说究竟你是选大城市的一张床，还是小城市的一间房？这可能也和很多应届毕业生现在面临的选择的苦恼是一样的。我的右手边有一位辩手，我的左手边有一位律师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那我们随了于小雨的愿，我让他们打起来好不好？让陈明老师和刘律直接开杠。先说一下2位的持方吧。我自身经历是大城市的一张床。我非常的自由意志，选择了小城市的一间房。那我们现在计时开始，2位准备开杠。陈明老师毕业之后是留在武汉，还是去了小城市工作呢？对，我留在了小城市武汉。哎呦，为了赢，这是。再给武汉道个歉。容我稍稍解释一下。我的老家是在武汉黄陂，黄陂原来是武汉旁边的一个郊县，但我必须得说，时代变了。哦，现在时代怎么样？大城市里的工作的气场和小城市的发展的现状，跟我们当时20年前其实呈现出完全截然不同的风貌。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开辟一下新思路了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所以它的风貌对年轻人的就业有什么样的导向的影响？太对了，大城市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压力源头。因为大城市其实光怪陆离，但是不是看到的都是你可以享受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其实我在大城市，我并没有觉得生活成本的增加对我的幸福指数带来很大的影响。就算我住在69年的房子，但是我不出小区，我就有健身房。我下来走2步，我就能进电影院。我可以去北京的人艺看话剧，我可以去上海的文广看音乐剧，我可以线下来看李川脱口秀。所以我觉得大城市其实生活也非常的幸福呢。的确，往前再推10到20年，文化的生活氛围差距很大。让我提醒大家2件事：第一件事情是互联网，第2件事情是高铁。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在互联网和高铁的全新的时空维度下，大城市的这个房价跟我们高铁票的比值，我们就能想到，其实幸福生活也有他乡。互联网和现代交通并没有完全弥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异，但是它让小镇青年看到了大城市的机遇，他们觉得在小城市被困住了，我想到大城市去追一追梦。但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，其实大城市消失的附近会给我们带来极强的孤独感。小城市里遇到的人没有那么多，关系的亲切度和关系的容易度都会好很多。它比我们悬挂在大城市成为一个原子的生存，可能更符合我们人的本性。我听过一句话，叫做“北上广容不下肉身，3、4线放不下灵魂”。懂了，就肉身跟灵魂总是挨不着。好，时间到，谢谢2位。现在在我面前的都是应届的毕业生们，现在就给我举一个牌子，选择小城市的一间房的是 A， 选择大城市的一张床的是 B。恭喜刘律获胜，
今年的毕业生人数达到了1222万人。那各地的春招会也是如火如荼的召开。相信啊，这些场景呢，对于我们的毕业生于翔宇同学来说是最有感触的。有请于翔宇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翔宇。咱们今天这个主题是择业，这个主题就给你一种错觉，说的好像我有的选。如果我有的选，我根本就不择业，我想继承家业。人别的专业都有对口的工作，你像学法律的做律师，学计算机做程序员，我学哲学的现在讲脱口秀。别人都是专业对口，我现在是专业单口。然后我就去问导演组到底能写啥，导演组跟我说，哎呀，你这种清澈的应届生啊，其实特别适合这期的主题。现在00后整顿职场很火呀，你可以从00后的视角出发来聊。我说这说的什么话呀，我是98年的。硬让我聊00后视角，这不就相当于那种身高178，非说自己180。这讲完不得让人骂死啊？还说我是清澈的应届生，你直接说我愚蠢得了。导演老师，这个段子就是从00后的视角来写的啊。00后在职场现在就是畅所欲言，大胆开麦，希望您满意，希望您满意。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择业呢，其实就是选择了哲学这个专业。我本来是学计算机的，当时压力很大，太迷茫了，就脑子一热去学哲学了。当时大家都觉得我疯了，你放弃一份具体赚钱的工作，去学那些抽象没用的知识。但是你放到现在，就还挺符合小某书的价值观的。这不就是停止内耗，直接发疯，主打一个勇敢，放弃人生的正轨，就去旷野吃土。学什么计算机，我就要玩抽象。因为我读哲学，也知道没有对口工作，我兼职干过补习老师。我当时教的是小学数学，因为初高中实在是不会。但是应聘的时候也不管你这些 ，HR 就只看你学校好不好，学历就是敲门砖。因为我学校是985，所以就直接给我通过了。甚至进去之后，工资比那些大专的老教师还要高。我当时觉得很羞愧，我觉得我就是个既得利益者，我都不敢告诉那些同事，我就怕他们知道之后生气打我。说你985有敲门砖是吧？我直接给你一板砖，让你尝尝我大专的厉害。除了补习老师呢，我还在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过。那个老板在公司推广 OKR， 说那个不用 KPI 了，改用 OKR。我就问啥意思，老板说 OKR 就是员工自己给自己设立目标。这样员工就是为了自己努力，而不是为了公司努力，可以提高积极性。我心想明白了 ，OKR 等于 KPI 加 PUA。这就好像是老板直接威胁你说，哎 ，KPI 加 PUA 可以接受吗 ？OK 啊。我在那个公司干过最大的一个活，就是在年会表演了一段脱口秀。当时讲了个段子，说同事们都在反映公司开会太多，公司很贴心，为了解决开会多的问题，又开了很多会。当时效果特别好，所以后来再听脱口秀演员说谁炸场，我说你那算什么？我早就炸过场了，炸的还是个大场。后来等到周年庆的时候，又希望我演脱口秀，我说不讲了，你上次吐槽完公司也不解决问题，不讲了。领导说这是给你机会，在培养你成为脱口秀明星。我说那也不讲。领导说那给你发奖金，我说可以。我那天就领悟了打工的哲学，就是你让打工人干违心的事儿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就什么薪资待遇，干什么样的活，我们是真正的唯心主义。就是老板，你别光给我吃大饼，你多给我来点薪水顺一顺，我才能咽下这口气。
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择业啊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根本没什么选择，就是有啥干啥。大家有时候会讨论面包跟兴趣哪个更重要。我学完哲学之后，也算是想明白了这些精神困惑，就是还是得先吃饭。精神食粮是零糖零卡，不太顶饱。所以我现在也不挑活，只要有人选择我，我就 OK。啊，只要你 pick 我，我就 yes OK。谢谢你们，我是于翔宇。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认真的问一下于翔宇，精神食粮是零糖零卡，个人问题啊，还想要控油的话应该怎么办呢？李总，你这个油真的没人能帮得了你，你就存在即合理吧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哲学上说得好，叫我油故我在。上班真不容易啊，我的天哪！其实刚才于翔也说了很多自己在毕业的时候的困惑，我们的导演也是亲身去了春招会的，来看一下大屏幕。你会选择先就业还是先择业？我先选择就业，先找一份工作，然后先拿到一点稳定的薪水，然后在边就业的过程中，然后再选择更好的那个岗位。在本科毕业的时候，可能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是暂时性可以作为一个过渡，但是现在我已经考上研究生了，这个选择的工作可能会干一辈子。选就业，以我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的话，如果说离家距离尚可的话，我会选择先去试一段时间。薪资期望的话，我觉得现在税前能拿个9000到1万，算是还可以的吧。我可能会先选择择业吧，就是还是想要有一份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嘛。而且一开始如果选择不到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行业，那后面做下去也会蛮难的。看到了，真的是年轻人面对先就业还是先择业非常赤裸裸的问题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先来问一下台上的嘉宾，你们会怎么选？推荐年轻人先就业，选 A 面。如果推荐年轻人先择业，选 B 面。3、2、1，请亮牌。现场我们看到基本上势均力敌的。那这样了，今天我们就来关于一个就业还是择业的辩论赛。于翔宇叫的最狠，不如你就先来，说说你的观点，你为什么选择先就业？因为他没就过业，他就有期待。因为我不是那种能够勇敢追求梦想的人，骑驴找马的话是一个现实点的追求梦想的方式。我当时是一边干补习老师一边讲脱口秀。如果你要选择梦想或者选择职业的话，给自己定一个自己的物质需求的指标。我当时毕业的时候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物质基础，比如在广州租房1、2千块钱，吃饭1、2千块钱，我就挣个2、3千块钱，我就可以干脱口秀。所以其实于翔宇的观点我觉得非常好，他就把梦想量化了。我就是先就业，我先养活自己，然后我再去追寻梦想。我跟翔宇这个观点非常像。我高中时候专业是扔标枪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标枪不是长个吗，哥？标枪长，人不长。当时就是以一个体育生的文化课能上什么呢？美术不行，人家从小就学的；音乐人家从小就学的；舞蹈，然后表演，我想表演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门槛。等一下，台下有学表演的同学吗？没事，受伤的只有你。啊，没有是吧？哈，哦，那我就大点声。表演呐，没有什么门槛。但是想要做得好，我的天花板很高。毕业之后，其实你学了表演还是想干的。然后当时我就找了一个艺考培训班去当表演老师，各种收入加一起，一个月能有小1万块钱。哦哟！干了小半年之后，看到爱笑会议室招人，重燃了我这个梦想。当时我能去爱笑的底气，就是我这半年攒的这小几万块钱。当时一去了爱笑，不就已经挺好的了吗？当时去了以后，第1个月就拿到了700块钱。你上了电视之后，你那个亲戚朋友给你发消息说这个电视啊节目上看见你了，然后有人给你留言说喜欢你了，这个成就感是那种挣钱代替不来的那种。你不是喜欢表演，你是喜欢虚名。对喽，还是学哲学看得透呀。那正方还有谁？义军姐姐是正方吗？
首先肯定是就业啊，因为在你读书的时候，其实你不知道每一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，你在幻想而已。所以第一份工作让你更了解自己的优劣势。其实职业发展它一定是跳跃性的，它不是按部就班的。那所有能爬到顶的人，肯定是抓住某一个机会。所以先了解自己吧。贾浩是举的反方是吧？我当时也跟祥子想的有点像，就是我要不要找个工作保自己的温饱。但我坚持，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干那些，我得写段子，去开放麦，加了无数个班，然后今天才来到了今晚不加班。这条路很难的，李总见你一面很难的。没有办法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见到李总。哦哟，给他一个台阶，他真的上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先择业。这边刚才谁选了是择业？凡凡可以说一下你的观点吗？在公务员的这个选择上，一定是要先择业的，因为我们考虑一个辞职成本的问题。我举个同事的例子，他刚上班的时候去接受那种央视的采访，对答如流。然后呢，回头他能去处理他们全村的这个村民问题，能够把所有的老头老太太都抚平。但如果把他放到一个企业，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岗位，加上公务员还有5年的最低服务期，那如果你想要辞职，其实是成本很高的。所以我会认为，就是我们要入这个行需要三思。有些行当不要盲目的说，哎，先来个稳定的东西。只有婉子是中立是吗？为什么会选这个边择业边就业呢？因为在纽约的生活成本很高，我当时就打了3份工。我当时是7点钟下班，我下班之后呢，我就回家开始写脚本。但很幸运，就是发了可能大概10几条视频，就逐渐的有一些微薄的收入。我觉得边择业边就业也是一种选项。听到了所有正反两方的观点之后，精彩的来了，朋友们。我们把2个人留到了最后。正好他们就在正反两方。首先来听一下正方结辩，刘律。温饱问题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，我不主张理所应当的啃老。你是可以把这个择业前置的。我是从大2上开始实习的，我就把法律整个这个大的领域方向内每一种职业我都实习了一遍，然后我确定说我就想做一个诉讼律师。你在学校实习试错成本是小的，但你毕业之后你有一份固定工作了，你要再跳槽，这个时候你的焦虑、犹豫和茫然会更多。所以我非常建议，如果现在大学生在看我们这档节目的话，玩也可以玩，但玩完之后呢，找一份实习，不断的去尝试，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。听到了这边这么言辞恳切的发言，请问反方陈明老师如何结辩？对方刚才，我非常赞同对方刚才几乎所有的观点，就把我说服了。刘丽刚才已经提到了，说一旦你有了一个工作，你要再换是会非常焦虑的，所以第一份要选择好就特别重要。要不然换的话，这个沉没的成本就大了嘛。我为什么说建议大家先择业？因为第一这件事儿，它是个锚。它像一个锚一样，会深深地扎在你未来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。第一个锚是经历锚。刚才对方这2位，他们都是赞同就业，对不对？但他们就业之后找的各自是什么工作？一个是在培训班上讲段子，一个是在表演里面演喜剧，跟自己后来的这个主轴的经历是高度相关的。对，所以他们这第一份工作看起来漫不经心，其实背后慎重极了。我要考陈老师的研究生。但第2还有一点叫行为锚。第一个职场重要的是带你的那个师傅。如果从一开始进入的是一个成熟完整职场，这个老师傅教你的那一系列良好的工作习惯，受益终身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是价值锚。第一个工作，于翔宇现在已经是小学生状态。第一份工作值多少钱？后面所有工作的 HR 是看得见的。我可以多写一点吗？你嗨，这就是第2个行为锚没学好，你看。所以要我说为什么选 B， 就是我们要对第一份格外慎重。想用什么姿势走入职场，各位可以扪心自问一下。谢谢。哇哦，太强了！我本来以为我是想先就业的，现在被说服了。来吧，朋友。所以听完了他们的辩论之后，我们现场同学们选择 A 是选择先就业，选择 B 是选择去择业。
可以一起来举牌，我看一下。似乎择业会稍微多一点点啊。我们有话筒吗？可以给一下我们这2位女士吧。为什么你选择先就业呢？先说一下怎么称呼。可以叫我小欧。我认为我喜欢的就是它并不一定真正很适合我。比如说我在上舞美课的时候，就幻想我以后可以布置一个多么华丽的场景，多么艺术。然后刚才这个节目录之前，听见导演说舞美老师来拖下地。那个舞美老师现在眼泪都下来了。没想到今晚不加班这个节目啊，直接打碎了一个女生稚嫩的梦想啊！希望不要在我们的舞美现场看到你们。先择业还是先就业？大家发现真的是一个难题，不论怎么选都有各自的理由。但是，不像我，有品位的李总不喜欢纠结，平时喝水只喝水中贵族百岁山，真正天然矿泉水，确保品质。那接下来的 sketch 讨论一下择业时候梦想和现实的抉择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王总，那个客户啊已经把合同发到我邮箱里了啊，是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我昨天晚上喝大了，给人家留的是我 QQ 邮箱，这个 QQ 我已经很多年没上了，密码我想不起来了，但没事啊，我想办法，好吧，你等我消息啊，好，王总，再见，哎呀，我这 QQ 密码是什么呀？你儿时的梦想是什么？我儿时的梦想，我当时填的什么？新能源工程师？不对，这是我现在的梦想。4S 店实习销售？不对，这是现实。曲小美，这是妄想啊！我梦想到底是什么呀？谁来救救我呀？张维维。李川，你怎么来了？几十年不联系，昨天晚上你突然给我发消息，问我儿时的梦想是什么，我就知道你并没有忘记我们约定好的梦想。哥们儿，我就是因为忘记了，我才打电话问你啊。我现在邮箱打不开了。新能源车怎么会有邮箱呢？你就是想我了。QQ 邮箱 Q， 你看，密保问题。你儿时的梦想是什么？儿时的梦想是当明星啊！你忘了吗？我们在幼儿园小班，就咱们2个长得最好看，老师说我们2个一定可以当明星。但是我记得到了中班以后，老师说幼儿园里就剩1个好看的小朋友了。按照约定，我如约考入了上戏。我毕业之后面试去了上汽。我学了表演。我每天当孙子不要脸。我考了第1。你看看这款车，零首付不要利息。好演员，我怎么没有发现可以通过卖车来观察生活？我没观察生活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李川，你都看到了，我现在卖一辆车提成2000，你呢？我在儿童剧院当马，跑1圈200，虽然挣得少，但是我倒腾得快。行，我按你说的试试啊。儿时的梦想，当童星，不对呀，当明星。不对呀，就剩3次机会了，我再打不开就完了。别想了，跟我一起去儿童剧院。我现在正在演一匹快乐的千里马，需要一个人演蠢骡子。今天为了进入角色，我都没有坐高铁来。你跑着来的？当然，我可日行800里。怎么样？你卖的车能跑这么远吗？纯电肯定是不行，但如果增程的话，反正现在都800伏的。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你啊？王总，王总，正好您来电话啊，问您一下，您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开玩笑，肯定不是离职啊。对啊，你放心，王总啊，我呀就踏踏实实的在你这卖车，一直在你这卖车啊。张薇薇，你的梦想怎么会是卖车呢？我们的梦想是旷野，是未来，是星辰大海。你现在1圈200，你跟我聊大海，
哎呀，外卖，谁的外卖？你就放门口就行了。哎，阿威，啊，阿威，真的是你啊！你这是谁啊？你是？是我呀，我是你发小王强啊！我给你留了几百条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不怎么上微信。哎呀，我在你 QQ 空间里留了几百条言。你怎么不上我人人网留言板给我留言？你还在玩那个呀？没有，我就是怼你一句啊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是我发小是吧？啊。哎，你知道我儿时的梦想吗？你变了。啊？你才刚发达多久啊？你就忘了我们儿时的梦想？我现在1个月5000，我哪儿发达了？我发达啥了？哦，比我还少3000，我个税还能退税呢。啊，个税？什么是个税？你这个收入暂时还接触不到啊。真好啊！哎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小学的时候啊，你的梦想是练跨栏，当时操场上没有栏，我就天天躺在地上，给你当栏。哦，所以说我以前的梦想是跨栏。以前啊？那你现在呢？现在别说跨栏了，我跨个停车场的闸杆都费劲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梦想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在我不管去哪个小区送餐，我都坚持跳闸杆。王强，其实以你的身高，从闸杆下边钻过去更快一点。再说，你就不能让保安替你抬一下吗？保安能给你抬一次，他能给你抬一辈子吗？但梦想可以。你别看我现在天天送外卖、跳闸杆，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超时。您的下一单即将超时。哎呀，你可快！为了梦想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毕竟我可日行800里。哎，对，给你俩介绍一下啊，我发小王强、李川，他可以日行800里，你骑着他送外卖，好不好？哦。然后到了小区门口呢，有闸杆对吧？把他脖子往上一拉哈，过去了啊，是吧？好，那我送完这单我就来找你啊。不用。阿伟啊，记得不要忘记你儿时的梦想。驾！记得走辅路。哎呀，这俩人加一起，别说电瓶车了，电动车都要被你俩淘汰了。赶紧吧，试一试我的梦想，跨栏。不对呀，我梦想到底是什么呀？别跑！谁？哎，师傅，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穿黄色衣服的外卖员？哥们儿，你穿这身管我叫师傅？再说这是怎么不让送外卖吗？不是不让他送，那大哥非得跳那个闸杆，给我闸杆跳稀碎，我马上就要抓着他的，他骑着马就走了。你说你们办公室为什么非得有马呀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那是我发小骑着我发小。对，你是不是张薇薇啊？是啊，你是不是那个双崖山双叶幼儿园的双杠冠军？张薇薇，我好像得过。你是谁？你是？我是你从小的发小啊，我刘军。刘军，我刘军儿啊，刘军儿啊！想起来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！你说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说我是双杠冠军是吧？啊，我儿时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啊，张薇薇啊，你儿时的梦想都忘了呀？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，那跟无忧无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大了，那我还得上班呢。上班不需要梦想，你跟我一样，直接少走40年弯路，过上退休大爷的生活。那我真是一坐就是一整天呢，我现在在这店里一坐也是一整天。那我保安不用操心呢，你操老了心了。你是不是经济建设、产业政策，你吃喝拉撒一年？刘军。你要不操心一下你那个被撞碎的闸杆呢？哎呀，我那个发小日行800里，你现在要还不追的话，他俩应该到长宁了。好，那咱们回来聚啊，回来聚啊！不拖了，快去！哎呀，加定了，快！哎，我儿时的梦想到底是啥呀？算了，换个问题。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你最喜欢的人是？我不太确定。反正肯定不是现在的我媳妇儿啊。你最喜欢的游戏不？那年代哪有啥游戏呀？咋办呢？哎，王总，那个客户重新发过来了
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那我就不用找了。行行，您放心，老板啊，那个回头啊，我一定好好干啊。哎哎，再见，哎哎，哎，这行啊。哎，哎妈啊，吃了，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正好你打电话过来啊，我问你一下啊，那个你记得我儿时的梦想是什么吗？梦想，你小时候录过一卷磁带啊？哎，我的梦想是有吃不完的零食，有好多玩具，能自己赚钱，自己工作。你呢？妈妈的梦想就是你平平安安过好每一天。行，知道了吗？明天见。在刚刚的 sketch 里面，张文威呢是做了一个先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去做了一个新能源车的销售。但是呢，我刚才呢属于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哪怕挣的很少，还是做了一名演员。所以择业时候到底选择风口还是选择热爱？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有矿，我反正是没有踩准过风口的，就是是这样的。要不先问你呢？哎，我从女团去到脱口秀之后，女团有了101这么一个爆火的节目。哇！然后呢，我从脱口秀进入主持行业之后，脱口秀才有最火的那一季杨笠、王冕他们那一季脱口秀。哇！就是我是起风前走了。如果我们想要下期的节目收视率高一点的话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要先从这里拜拜。我是有朋友，就是他坚持自己的热爱，哪怕这个时候未必是最风口的时候，他还是会依旧被大家看见。比如说付航，他就是很多年前就一直扎根在线下，也没有在脱口秀最好的时候上节目，但因为他不断的就是线下的那种沉淀嘛，1-2年前再去看一次他的专场的时候，就听到了他关于这个马呀猴子的那一套段子，你就会觉得，哎呦，这个人现在深刻起来了。有道理。所以就是坚持热爱，我觉得一定是对的。说到付航，我觉得于小雨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吧，就是相当于10分钟的段子，每一个都是吴梅老师拖下地那种程度。哎，我其实有个类似的观点，因为前2年说实话，就是影视行业不是很景气。我之前也想过转行，我甚至还开了一个剧本杀店，但是，因为自己实在是不善于经营，后来倒闭了。但是哪怕在剧本杀店，我都是去演那个马。我都去在剧本杀店里面，就是做角色扮演的那个哦。后来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表演这回事儿，而且我后来发现，其实，当一个行业可能不再是风口的时候，那么那些挣快钱，或者是不是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，他们就会走了。而当他们真正走的时候，大浪退去的时候，留下来的就是真正的金子。没错，就是我本人。接下来呢，马上要请出我们见证了12届毕业生的陈明老师，他一定是最了解大家毕业时候困惑的人。有请陈明老师带来他的脱口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明，大家好，非常开心来到今晚不加班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呢，我有2份职业，我的固定职业是大学老师，我的流动职业是在各个综艺里打零工。我们的课程本身就是研究综艺节目的，尤其是那些矛盾的点。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探讨，你说做节目怎么可以融合娱乐和思考呢？再比如说做人怎么可以融合油腻和清澈呢？是吧，李总？有机会欢迎到我们学校来开个讲座，加个班，没问题。当然，今天是聊择业啊，择业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每年都有很多毕业生来问我，说我到底是应该去大城市闯荡呢，还是应该回老家呢？所以我刚才也分享了，我的建议其实很简单，就拿这个问题问自己：如果你的明天充满未知，你的心情到底是什么？你是焦虑，还是期待？如果你是期待，那充分说明你是这种挑战偏好型的人格，你就应该到大城市去吃点苦。当然也有个例外，
我们之前就有个学生，他是一点挑战精神都没有，然后苦也吃不上一点，一毕业选了上海。我很震惊，我说你不害怕吗？他说这怕啥呀？阿拉上海人啊。当然，很多人会选择考公，甚至他们会把考公成功叫做上岸。对，我第一次听到上岸这个词，我很困惑，是怎么的？朋友们之前都在溺水吗？有的人考公考研上了岸，有的人努力考雅思上了西海岸，有的人家里有矿，在三亚 gap 住在南海岸，还有的没找着工作，回家啃老了，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哎，当然也有不少同学有困惑，他说我应该从事自己的专业呢，还是我应该拿自己的爱好当自己的职业呢？当然，我说实话，爱好这件事儿，但凡你玩的有一定的水平，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能够跟职业选手掰掰手腕，因为如果这点你都不知道，说明水平也一般。就像不会有一个大学校篮球队的同学觉得自己能够跟詹姆斯打单挑，对不对？我就认识一个大学校队的队员，他就觉得詹姆斯那我肯定打不过，但是库里可以试试。当然，其实我刚刚讲的不是重点了，真正重要的呀 ，AI 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择业呢？ AI 在很多行业当中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呢？我问过很多专家，专家们都说，放心 ，AI 绝对取代不了人类。我说何出此言呢？他们说，AI 说的。说哪些职业这 AI 没法取代？专家先说身体有关的行业啊，刚没说完，第二天新闻来了，说具身研究正在突破，可移动机器人接入 AI， 看那条新闻了吧？马上专家们说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人类的专利啊，结构化思考。第二天 DeepSeek 来了，然后继续问专家，专家说还有一件事情你们放心，情绪情感世界是人的专利，你总不能跟这个 AI 谈恋爱吧？底下弹幕留言说，专家你要不下一个恋与制作人试试？所以我觉得要不了多久，咱们节目就可以改名了，叫今晚要加班，咱们一起捍卫人类尊严。所以这个时代让我想到了最初爱因斯坦的一句老话，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把你所学到的一切都忘记了之后，还剩下的东西，很伟大。一语道破了 AI 与人的根本性差异。因为对 AI 来说，如果你把它所学会的一切都忘了，叫格式化；而对人来说，把你所学的一切都忘了，叫做再长大。谢谢各位，我是陈明。哇，谢谢陈明老师，哇，再长大。哎呦，我天哪，大学时候怎么没有碰到陈明这么好的老师？那么现在也请我们的现场的嘉宾们来解答一下毕业生们的困惑，进入今天的总裁信箱。这个直接提给刘律的。刘律你好，我是一名华政的学生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除了扎实法律基础之外，还有哪些核心的能力和经历与您所认为的红圈所更为看重？这位是哪位同学？叫我小石就好。刘律师你好。也是大4吗？我是大3的学生。太好了，这就是刘律所对提前规划。条件我们看2样，第一个看工作能力，第二个看工作态度。你如果说反馈一个活儿，大家2个实习生交出来都是一个60分的活儿，然后你就过来问我，你说我这个活哪些地方做得不好，我就给你1、2、3、4、5。你第2次交过来一个70分的，第3次交过来一个80分的，我会看到你的工作态度，看到你的成长性。而且这2者啊，你要知道进红圈所的人，工作能力基本差不了太多，到后面毫厘之差的是态度的之差。好的，谢谢刘律。然后这儿有个问题专门问祥子的，说毕业9个月了，我换了3、4份工作了，都不适应，很迷茫，找不到方向，怎么像是讽刺祥子的呢？9个月就找了3、4份了，你什么角色呀？一个都没找到。同学，你已经毕业了是吧？对，我换了3、4份工作，感觉已经被社会给毒打了。除了第一个实习的地方相对工作环境比较好，后面都会有很多劝退自己的地方，所以还是会比较自我怀疑。为什么要问祥子呢？因为我感觉他好像也没有怎么。我就说这种节目就是小吉祥物。他想要的呀，不是解决方案，而是一个就是比他还惨的人，让他开心一点。对，给他点情绪价值。
不是同学，你都那几份工作都是一样的吗？还是都是设计，我是干平面设计的。你这 AI 又来了，后面感觉你也不用找了。不愧是学哲学的呀。丽君姐姐有吗？因为你是解决方案专家，我想问一下，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，有哪些行业你是还是推荐的？高附加值的岗位。丽君姐姐怎么找高附加值工作？对，我也想问怎么找啊？就是你在同一个行业里面，你要往上挤啊。如果热爱的话，给自己一段时间，说我就要挤到那个岗位，在 AI 取代你之前。我跟你说一个我的，就是我不知道具体能不能有帮助啊。我之前休学的时候，应该是我最迷茫的，我在家躺了8个月，纯躺，就纯躺，就那8个月基本上啥也没干。我也觉得我那时候就完蛋了。然后，但是人好像有一种韧性在，你可以接受自己往下掉。你如果实在控制不住了，你可以掉，掉完之后，相信人是能触底反弹的，而且这段时间的经历也会成为你的一段记忆和帮助放在他脑子里。我至少躺完这8个月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不是那种躺完就能变好的人。然后我就要行动起来，然后我就回学校转专业、找工作，都干一干。我发现我能在具体的实践中获得感受。所以如果真的迷茫，咱们能控制向上就向上，控制不了也没有关系。人的韧性比你想象中要强的很多。加油，朋友！行，加油！我只能说这个节目好在一点就是可以引发大家思考。可能很多问题到现在我们也给不出一个特别好的解法来，只能像于翔宇这样给大家一些情绪价值。但是没关系，每个人去碰撞，去相互传递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，然后去引发你们各自的思考、各自的答案。谢谢各位的问题，谢谢大家。喜马拉雅 APP 提醒您，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。上喜马拉雅搜索不加班，免费领取5天会员，补充你的精神食粮。应届生嘛，然后就是可能会比较迷茫一点。投了很多互联网大厂，都石沉大海。有一个朋友，他是 C9毕业出身的，然后他投了126家才有一份 offer。我是一个双非的硕士，所以在投很多公司的时候，都会被这个学校这一层面去卡住。比起他去背诵一些他的这个简历以外，我们更希望看到有一些这个突发的一些突击的问题，他的回答、他的反应。学历这方面的话是一个参考要素，但不那么重要。把自己的这个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，也会得到企业的青睐。不要好高骛远，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，然后不啃老，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，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选择了。其实说到择业呢，最初是一道选择题，但最后会成为一道问答题。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有自己的答案。当然了，别人的答案啊，我不知道。张薇薇呢，我是很理解的。张薇薇的答案就是工作的时候多摸一会儿鱼，所以今天的摸鱼时刻奖励给张薇薇。摸鱼时间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精彩评论啊！这位来自喜马拉雅的用户小凡啊，他说：“找工作就是一场现实版的 RPG 游戏，升级打怪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工会和队友，哪怕是猪队友或是一些真的能给到自己帮助的队友，都是工作当中的一部分。那祝你工作顺利，加油！”谢谢张薇薇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张全场的大合影。然后呢，我们会把这个合影发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，大家可以去转发，好吗？今晚不加班，接 offer 好简单。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东方卫视今晚不加班官方微博，也可以进入今晚不加班话题页参与讨论，边看边分享你的观点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。
欢迎大家收看今晚不加班。今天呢，我们把嘉宾分为了世代，在职场当中哪个年龄段是最不好惹的？我觉得00后要整顿职场，让我蛮紧张的。过试用期之前是我愿意加班，过了试用期，今天这个破班我就上到这里。 90后的前辈，你们也会有类似的困扰吗？90后的前辈，我的妈呀！面对年龄，你是要焦虑什么？你是害怕失去年龄吗？可恶，一不小心就失去了10岁。神马都是浮云，现场有懂这个梗的吗？离退休也不远了。